2021年10月15日，科威特空军从欧洲战斗集团购买了首批2架台风战斗机，在意大利都灵进行了首飞。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意大利的台风生产线首次实现出口。作为欧洲4国合作研制的4代半战斗机，英德意西都有一条台风生产线。此前，沙特、阿曼和卡塔尔购买的台风都是英国 BAE 系统公司生产的。早在2016年4月，科威特和意大利就达成一份天价军售合同，给予莱昂纳多作为主承包商，价值高达79.57亿欧元，一共购买28架台风战斗机，包括22架单座和6架双座。除了武器、备件、人员培训之外，这份合同还包括对未来部署台风的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进行基础设施升级。在当地设置一个培训中心，还包括了3年的售后支持。这么一算的话，这批台风单价贵得惊人，算起来要3亿多美元一台了，几乎是 F-35的双倍都不止。而在2020年，德国政府就决定放弃米国的 F-35战机，将陆续采购90架台风战斗机。尽管从价格上来看， F-35的采购成本和使用成本不比德国采购的台风战斗机高，但德国仍然选择了台风成为德国空军的主力机型。那么，台风战斗机的研制背景是怎样的呢？追溯到1983年5月，英国、德国、意大利提出了旨在由欧洲国家合作研制下一代先进战斗机的 FAP 试验机计划。1984年7月，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5国达成协议，联合发展90年代使用的先进战斗机 FEA。随后，一向有自己独特战略见解的法国与其他合作国在 FEA 的发展方向上发生分歧。法国根据自身的战略部署和需要，希望 FEA 能偏重于空中优势任务，且重量有所限制，而其他国家则希望研制一种均衡的远程多用途战斗机。1985年7月，法国宣布退出该计划，自起炉灶研制阵风战斗机。1992年，英德意西4国为降低成本，对原 EFA 方案做了调整，新方案称为 EF2000， 并计划生产7架原型机。首架原型机于92年5月11日出厂，94年3月首飞，生产型预计2000年交付。该机采用了鸭式三角翼无尾式布局，巨型进气口位于机身下方。这一布局使得 EF2000 有优秀的机动性，但是隐身能力则相对被削弱。操作系统为全4鱼度主动控制数字式电传系统，具有任务自动配置能力。除压翼外，机身、机翼、副鳍、方向舵等部位大量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该机机动性、敏捷性线，具有短距起落能力和部分隐身能力，主要装备英、德、意、西4国的空军，直到后来正式命名为台风。隐身、超声速巡航、超机动性能、超强的战斗感知能力与先进航电系统是衡量第4代战斗机的标准。在超声速巡航、超机动性能、超高的战斗感知能力与先进航电系统这3个方面，台风战斗机已经非比寻常。台风战斗机和法国达索阵风战斗机以及瑞典萨博 GAS-39 战斗机，因为其优异的性能表现，被称为欧洲3雄。那么台风战机的技术和性能数据又如何呢？成员2人，机长 15.9 米，翼展 10.9 米，机高 5.3 米，空重11000千克。发动机2台 Eurojet EG200 涡轮扇叶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23500千克，最大燃油量5000公斤。最大速度高空2495公里每小时，低空1530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约3790公里。它武器装备有：1、内置1门27毫米毛瑟机炮；2、空对空导弹；3、各种常规炸弹；4、激光制导炸弹；5、精确制导炸弹；6、英国风暴阴影空对地导弹；7、英国硫磺石反坦克导弹；8、指示和侦察吊舱；9、外挂式油箱。台风战机与其他现代战机相比，最独特之处在于有4条不同公司生产线，其各自专精生产一部分零件供所有飞机，最后再负责组装自己当地国的最终成品飞机。阿兰尼亚负责左机翼、外襟副翼和后部机身一段，英国航太系统负责前机身、座舱罩、背骨、尾翼、内襟副翼、后部机身一段，空客集团德国分部负责主机身。
空客集团西班牙分部负责右机翼、前缘凤翼，因此德国空军没有随大溜选择 F-35战斗机，而是坚定地去追台风，这其中一定有它的优势。首先，台风战机作为欧洲最强中型战斗机，其制空能力不弱于重型战斗机。这款战机挂能载了4枚 AIM-120先进中距空空导弹，4枚 AIM-132近距空空导弹，挂载能力与空军 F-15C 战斗机相当。由于机附4枚 AIM-120先进中距空空导弹采用半埋式挂架，其阻力非常小，非常适合高速飞行和空中拦截任务。台风这方面的设计确实非常好。除此之外，台风战斗机性能上跟 F-35能媲美，速度比 F-35快得多，很适合截击合作。拥有部分超音速巡航的台风战机，可以用更快的速度飞抵战区或者接敌。芬兰位于对俄最前线，常年处于俄罗斯空天军的威胁下，所以一贯强调空军的截击作战。此次台风战机采用的气动布局超音速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加上2台推力强悍的罗罗 EG200 涡扇发动机，为台风战斗机带来了优异的推重比，号称是除了 F-22以外世界第2款可在不开后燃器就能超音速巡航的战斗机。理论上而言，台风在机身不挂副油箱，只挂6枚空空弹时的巡航速度为 1.5 马赫，而 F-35战斗机只能进行亚音速巡航。在隐身方面，台风战斗机的数字隐身概念使其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也具有一定优势。数字隐身概念是指利用除飞机物理性状以外的其他手段来阻止敌方侦测系统获得飞机高轻度地理位置和信号特征的思路与方法。台风战斗机的电子战套件一方面拥有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面向未来的模块化航空电子系统、自动化防御辅助子系统、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等，可以让飞行员清楚地知道威胁来自何方。另一方面，台风战斗机拥有的电子战套件可使战机信号数字化隐身，让对手的雷达无法识别，或者制造复杂的迷惑性数字信号，阻止敌人瞄准目标发射导弹。不仅如此，台风战斗机还具有空中加油能力，能够对大范围或纵深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此外，台风战斗机使用的数字式增稳飞行控制系统可有效提高战机的飞行性能。头盔显示器、直接语音输入音频控制系统以及 LCD 屏幕等构成了集成化自动化的座舱显示系统，让飞行员可以通过语音发出指令执行某些操作。这种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那么，台风战斗机都执行过哪些任务呢？台风战斗机首次执行任务是在2006年意大利冬奥会期间，执行的是空中巡逻任务。首次实战运用则是在2011年奥德赛黎明行动中。台风战斗机在为期6个月的作战行动中，共飞行3000小时，出动600多架次。它先是承担了对空作战任务，与北约联军空军在利比亚上空执行禁飞区任务。每架台风战斗机均挂载6枚 AIM-120中距空对空导弹和2枚 ASAM 近距格斗导弹。之后，台风战斗机又与狂风战斗机混编，执行空对地攻击任务，使用铺路制导炸弹攻击目标。作战行动由哨兵预警机进行指挥控制，台风战斗机进行了空中加油，作战任务持续了5小时。经过实战检验证明，携带重型对地攻击弹药不会影响台风战斗机的飞行性能。台风战斗机还曾在接近10000米的高空，以 1.6 马赫飞行时拉出6个 G 的过载，这是其他战斗机很少能够做到的。可见，与同类战斗机综合性能比较，台风的性价比更高。由此可见，油霸科威特此次出手阔绰地购买台风战斗机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作为欧洲3雄之一的台风战斗机，也不愧是一款多用途4代半战斗机。好了，本期对台风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对军事战斗机感兴趣的话，请持续关注我们，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